大佬，看马来报，张力出营了。铁骑5000，兵卒1万，共计6军，还有契丹1000。传令下去，各指挥紧守城墙，不令擅自出营者力斩。大声喧哗蛊惑军心者力斩。用。击鼓。骑兵第1响掠宣阳门，第2响掠营出门，摆布慢水。我叫弟兄们都长点眼，不要靠近营出门摆布之内，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。300到500步，3拳就是2到3里地啊！一大早瓦砾撞得很，保证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！那就在这里让他10拳。通知各指挥，提前半个时辰放饭。是。死11个，伤50辆，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午饭了。第10拳了。
齐军回来！长官，赌一把，赌一把。神权节令！想嚷嚷什么呀？不是你说赌一把吗？我跟你赌一个金刀子，这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。啊！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。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，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憨郎君。男人将领法度森严，今日打不成了。步军先退，骑兵断后，收兵用饭。太尉，令郎此番错知，颇具大将风范啊！他日成就，不可小觑。不就是从头说到尾，死也不动他吗？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？司空说的是啊，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啊。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呀！来，水酒给我接。再给我一碗。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，他又得中一箭。你这却又是何必？何必？人都死了，败与不败又有何用？因为他本不该死。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的许多事儿，你不得不去做，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。世道如此，或许无可奈何，或许被迫无奈，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。不管旁人如何说，如何看，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，这是错的。可世道的错，也是错。不能因为世道的错，顺着世道做的事儿，便都变成了对的。
什么人？滴血！滴血！怎么了？有人偷城。偷城？哎，去！拉着他，跟我走。别队，别往上前，给人给我赶下去！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，否则纵然是走路，咱们应该也能听得见。夜里行军，不能骑马，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，否则一旦失机，他们想逃都逃不了。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，将马放在西段护城河边上，着人看守，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，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城墙。这样，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，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，将他们的马全杀了。张太尉打了这许多年的仗，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，再杀他的人吗？来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的骑兵一出，离开寨子1里方圆，就会从野地里凭空长出1000骑兵来，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，一根骨头都不会脱。这么大的城池，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来颗人头，又能记得什么事？再者说了，10000人以上的大军调动，火把都没点上几根，这夜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？依我看，张太尉此番布置，不是为了投诚，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。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不把咱们给拔了，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。不就是个破寨子吗？啊，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，为了赚那寨中守将出来，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，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，本钱不可谓不大呀。不过，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，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！京师之中，何时出这等人物？来了有令，下不得你若是张太尉，将大营扎在南浔河畔，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？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，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。能有多靠后？承旨已探查清楚，粮草就在此寨后方。传令下去，大火点着之后，不许恋战，速速撤离，除非
男的丧胆的，给我往死里砍！好。余下的分成2队，一队绕到对面侧影，听信号，动手。大佬，这手术也有2个指挥啊，还有劈了甲的，退吧。不急，把力使了，就去拿了那条大鱼。走，嘿，跟着大佬冲！车长，快走，我等殿后。快走啊！尔等男人甚是无趣，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，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。嗯，太尉，南寨失火！什么？南寨？将士们，都喝口酒，暖暖身子，壮壮胆儿啊！喝酒吗？喝。启禀主帅，末将率18支会自营后出寨向东，绕过阴山，沿南清河向西折，焚毁了瘴逆、屯粮的南寨。
你的18指挥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？而让我们以命相护，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，耶律杰里，换张东西。小畜生，用兵之道，守在池中。可是你一贯的行险赌命，自己献了便也罢了，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，坏了我守城大计，你有几个脑袋？我要治罪，滚下去带队！喏。此人该如何处置啊？他是契丹贵族，除了令公，谁敢处置？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。带下去。来人，在。这次多亏了大郎。给他撕一条羊腿，端一盆热汤过去。诺。喝酒吗？痛快。赵匡胤，字元老，正是在下。郭荣，字俊贵。郭太尉家的千里马，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小司空不胜酒力吗？没看见在喝吗？司空就是司空，喝起酒来也是1分3厘以上的计较啊！什么司空不司空？小弟钱洪处，字虎子。哎呀，有你在身边，夜间急切的时候，怕是都不用出门了。去你的！大郎，大郎，这儿呢。哪儿来的？太尉赏你的，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。滚！不白喝你的，一起吃。好久不客气了。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是小岁之夜。10年前的小岁，父王问我：“此生何所愿？”我那时好玩，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：“我要出海，我想去看看《山海经》里的鲲鹏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”天下的阿弟都一个样，心里明明开心的紧，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。我10岁那年，也是小岁，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，我说：万军之中，临敌能陷阵，成未获之功，于愿足矣。当夜便是一顿好打。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问你话呢。没有。真无趣。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，当日便不救你了。生在这个世道里，想要什么，似乎都不对。
我记得去年的小岁，我正好在晋阳。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，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，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。小岁当问来年夜，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拜接朕。父亲心中可有所憾。郭太尉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高绝后路，无足论。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”好美啊！再煊赫的盛世，也终有落日；再不堪的乱世，也终会迎来日出。